冬天的济州岛褪去了夏日的喧嚣，只剩下最纯粹的颜色。玫红色山茶花开满山坡，海浪拍打黑色玄武岩，夕阳把渔港染成了金色。这趟爱达魔都号邮轮旅程的最后一期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感受这座岛屿的温柔。济州岛的海蓝得沁人心脾，汉拿山的雪顶和身影下是沐浴在晨光中的西归浦。时隔2年，当邮轮再次驶过湖岛，我知道这次从江汀港上岸不用再像2024年那样不停冲刺了。下船第一件事叫了辆 Uber， 要是像上次那样，我肯定会去等680或者502路，但在这个依然只能停留半天，又要来回穿梭50公里的下午，时间更显珍贵，所以用16000韩元的车费去多换1个小时的从容。山茶花之丘虽然是人力维护的植物公园，但在这个季节，它就是济州岛最大的调色盘。仔细观察身旁的花朵，玫红的像火，纯白的像雪，还有忙碌铺设苔藓的花匠，他们在为春天金达来的季节做准备。阳光穿过树枝的时候，静听林间的自然之声，这是我在回程蔚蓝的大海上和地铁的车厢中最想念的瞬间。玻璃温室里的名贵品种更值得仔细端详，有之浦、黄莲华、格雷斯，色泽、纹路、质感各不相同。树枝间的你好吗？即将发光我的人生，简短积极的点缀恰到好处。这里的人把山茶花称作冬柏，冬天常绿并绽放花朵的山茶，时常在济州岛的风雨季节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。当然还少不了橘子，在这里它不只是水果，更是这座火山海岛的风土象征。远离人群的秘密花园更适合在镜头里留下放松的瞬间。登上展望台，眺望整个山茶花之丘，还能看到今天的下一站山房山。后坡树下的咖啡店里有山茶花棒冰和托特包，周边商店则更有丰富的山茶花元素文创。虽然是冬天，粉黛乱子草还是留住了一抹秋色。再看一眼汉拿山，接下来就要去海边了。要在公交站等39分钟，可能比起釜山4到5分钟的时间确实久了点，但刚好可以提前了解下应季的美味有哪些。버스가 잠시 후 도착합니다. 이번 정류장은 상승역으로 회전입니다. 다음 정류장은
살짝 노란진로 소입니다. Secondary Culture Center. 本站是希望医院。次は三茶未文化の家です。听到中文报站了吗？2024年的济州岛还像釜山一样，一般只有韩英双语广播，今年变得更方便了。这辆车带着我们从山丘奔向大海。第10号偶来小路，脚下的触感从石板变成了防滑草垫。这就是沙溪海岸，黑色的玄武岩是被海浪凝固洗刷的时间。远处是松岳山，身后是山房山。在这个金色的午后，看着游人遛狗、拍照，不用打卡，光是坐在海边晒太阳，就已经是这趟远行最好的答案。这大概是济州岛最温暖的颜色。满味食堂的阿姨怕空调热风不够，默默又把取暖器搬到了我身边。这锅辣炖带鱼，萝卜吸满了汤汁，鱼肉鲜甜。有些温暖没来得及拍，临走时阿姨硬塞给了我6个橘子，说这个季节的小橘子味道非常甜。太阳下山的速度比我想象更快，本来计划去看看 Wine and Lonely 咖啡馆，只能放弃。不过错过也许就是下一次的契机。而且眼前这金色的渔港和粉紫色的晚霞，是任何攻略都无法准备的偶遇。不过现实是，我们还是要在7点半之前赶回船上。坐上202路才发现公交换乘方案时间不够了，果断下车，再次叫了 Uber。旅行常常充满变数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失控的节奏重新抓回手里。看着西归浦的灯火远去，这3期爱达魔都号的内容拼图终于完整了。从上海登船的那一刻，到釜山的10个小时 City Walk， 从船上的敦煌乐舞到济州岛冬日的山茶花，5天4晚3个港口。有些旅行是为了看遍风景，有些旅行是为了找回节奏，而邮轮刚好成为了这一切的连接点。原来我们要找的远方，可能就在这一望无际的未来。